深度神经网络彻底改变了现代 AI 的发展方向，而卷积神经网络 CNN 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。它究竟为何如此重要？它又是如何工作的呢？这一期我们就来聊一聊卷积神经网络 CNN。我对 CNN 的初印象特别深刻，那个时候流行的还主要是传统的机器学习，特征工程完全要靠手工设计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同事出差开会回来，整个人都焕发着兴奋的光芒。他不仅逢人就安利 CNN， 甚至把自己的工作方向全都转向了这个领域。我就坐在他的左边，每天被这种热情感染着，不知不觉地就学习了这项技术。那么，这个让我同事如此痴迷的 CNN 到底是什么呢？维基百科的定义说，卷积神经网络 CNN 是人工神经网络的一种特殊类型，是深度学习的其中一种架构。在至少一层当中，使用称为卷积的数学运算代替了通用的矩阵乘法。用通俗的话说，卷积神经网络就是一种常用于图像识别和处理的深度神经网络结构。比如，你可以用它来识别一只猫，或者手机应用当中常常有的人脸识别和指纹识别，都是 CNN 的应用。CNN 主要由输入层、卷积层、激活层、尺化层、展平层、全连接层和输出层组成。一个完整的 CNN 结构，它的数据流一般就是这样的：是从输入的图像流到了卷积层，然后流到了激活层，流到了赤化层，再流到了转平层，再流到了全连接层，最后输出。针对不同的任务，可以选择不同的部件，设计不同的网络结构。比如说，这张图看到的就是一个常用的 CNN 结构。那么 CNN 是如何工作的呢？首先是输入层，我们一般是用一张含有像素值的矩阵来表示一幅图。比如像这张数字6的图，它是用一个7行5列的矩阵来表示这一张图像的。黑色是用正1表示，白色是用-1表示。现实的生活当中，图像的像素值是0到255的范围，并且彩色图像是有 RGB 3个通道，分别表示红色、绿色和蓝色通道。如果你有一张1920乘以1080的彩色图像，实际上就是1920乘以1080再乘以3个通道的一个矩阵。矩阵里的数值是有0到255之间的数字来表示这个像素的亮度或者是颜色的强度。就仅仅这一张图就需要大约6兆的数据来表示。那如果经过这层层的神经网络，计算量也太大了吧？人脑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运行，可能一天吃30顿饭都没有办法去弥补看一张图的消耗量。事实上，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，有2位生物学家大卫·休伯尔和托斯坦·威泽尔，他们对猫的视觉皮层进行了研究，得到了重要的几个发现。他们的第一个发现是，视觉神经元有一个层级结构，大脑的初级视觉皮层 V1 区的神经元具有分层的处理功能。简单的细胞检测边缘这些比较局部的特征，而复杂的细胞整合更大区域的信息。这个就直接启发了 CNN 的分层卷积的结构，其中卷积层能够检测局部的特征，而深层的网络能够组合复杂的特征。比如有一个经典的例子，就是去识别数字9。大概的过程就是，首先要提取不同位置的信息，然后找到其中的特定模式或者是特征。比如说，数字9是有一个环形的圈，还有一个竖线以及一个斜线，这3个特征。最后根据这些特征综合的分析，得出这个数字就最有可能是9。话说回来，他们的第二个发现就是局部感受野，意思是他们发现了神经元并不是处理整张图，而是只响应视野当中特定小区域的刺激。这个小区域就是所谓的感受野了。CNN 受到感受野的启发，设计了 filter 滤波器。这些滤波器只扫描图像中的一小块区域。他们发现的第3个特点是平移不变性。
复杂的细胞对特征的位置变化并不敏感，也就是说，无论我把这个数字是往左边移还是往右边移，并不会影响最后的判断，它始终是9。类似的 CNN 就是有一个齿化操作的设计，通过降采样去保留特征，但是减少位置的敏感性。到了这里，我们大概就有一个模糊的认知。CNN 是有一个多层的设计，还有滤波器和齿化操作的设计。那么它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？我看到了一个网友沙拉特曼朱纳斯的博客，图文并茂地解释了 CNN 的整个过程，比较清晰，所以我就把它做了一些简化和修改。那么计算机是如何用 CNN 来识别数字9的呢？假如我们的图都是7行5列的大小，黑色用正1表示，白色用-1表示。左边的这张图是手写的数字9的图，它经过数字化之后就会变成一个7行5列的数字矩阵。对于数字9来说，我们需要有3个滤波器。第一个是环形的滤波器，用来检测上面的这个环形；第二个是垂直线滤波器，用来检测中间的这条垂直线；第三个是斜线滤波器，就是为了检测最下面的这个斜线。考虑到计算效率、模型一致性，还有最后的效果等因素，这里的滤波器都选择了3×3的大小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你也可以选择其他大小的滤波器，比如可以选择一个5×5大小的滤波器。左边这个是数字9的数字矩阵，右边这个是环形的滤波器。这个环形的滤波器最先作用在图的左上角，把每个数字分别和滤波器里对应位置的数字相乘，再把这9个乘积加起来除以总的格子数，也就是9个格子。现在得到的一个值是-0.11，就把这个数字写到了左边的这个矩阵的左上角的位置。右边的这个矩阵叫做特征图 （feature map）， 然后就把这个框往右移一格。在这里我们是一格一格的去移动，但你也可以选择2格2格或者是3格3格的移动。每一次的移动，你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数字，最终完成这张特征图。很明显，中间上面的这块绿色区的数字最大，就说明了这个位置和滤波器的特征最为符合，最有可能有一个环形的形状。再举几个例子，用这个环形滤波器作用在其他数字的图像上，比如数字6，在底下中间的位置就有一个1，说明这里有一个环形的形状。数字8有2个环，它就会在上下各自检测到一个。如果是数字96，它被检测到的位置也会是在相应的左边的上面，还有右边的下面的位置。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，滤波器的目的就是为了检测特定的特征。类似的，如果我有一张考拉的图和一个眼睛的滤波器，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特征图。或者我也可以有一个耳朵的滤波器，或者是嘴巴的滤波器等等。数字9的这个例子，我们一共有3个滤波器，由此生成的3张特征图叠加在一起，它可以看作是9这个图经过了3×3×3的一个滤波器，生成了一个3维的特征图。类似的，如果我们有眼睛、耳朵和鼻子3个滤波器，它们生成3张特征图，如果把它叠加在一起，实际上就是经过了一个3×3×3的头的滤波器，获得了头的位置。相同的方式也可以获得身子的位置。从这整个架构来看，这些卷积层的整个操作就完成了特征提取的过程。在虚线左边完成了一整个特征提取的步骤之后，虚线的右边是一个展平层，它会把左边的这些特征图压缩成一个一维的向量。这个一维的向量右边紧邻着的是一个密密麻麻的全连接层。这些全连接层的输出信号共同用来做出判断，决定说这张图里是不是一只考拉。总的来说，虚线的左边卷积层所完成的功能是特征提取，而右边展平层、全连接层和输出层这一整块实现的功能就是分类判断。不过，它和我们在视频最开头看到的 CNN 结构还有一些不一样哦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还不是一个完整的 CNN 结构，它还缺了激活层和池化层。激活层看起来比较简单，
一个常用的激活层是 ReLU， 它的功能就是把所有的负数都变成0，正数保持不变。这和我们的人脑有点像，人脑的神经元通常只有少量会被激活。拿数字9的这个例子来说，这是我们刚才经过卷积层得到的特征图。经过 ReLU 的激活之后，这张图就突然变得清晰简单了。由于这里有很多的0，就会让原本很复杂的一些乘法运算大大的被简化，节省了运算的开销。除了激活层，还有一个是池化层，它也能够简化算法。比较常用的池化手法有 max pooling 最大池化和 average pooling 平均池化2种。比如这是一个特征图，如果我们最大池化，在图当中的这个例子，它会在每个2×2的方块里面选择最大的那个数保留下来。这个最大的数一般就是说是特征最明显的区域。当然，这个过滤器的设计，比如说大小是不是2×2这些细节上的参数，是可以根据特定的情况进行调整的。经过整个池化层的操作，我们去掉了不明显的信息，就把特征图简化了，也减少了整个 CNN 结构的计算量。最后，把之前的这些信息连起来，我们每次经过卷积层之后，可能就会去添加设置一个激活层和池化层。不过这些结构都是根据具体的情况而有所变化的。有些网络激活层用的不是 ReLU，也有些池化层用的不是最大池化，或者有些人说，我有足够的算力，不想要牺牲任何的精确度来简化算法，那他甚至可能不要池化层。总而言之 ，CNN 的结构有6个部分，卷积层受到了生物视觉当中局部感受野的启发，每个神经元仅仅是连接输入的一小块区域。卷积层当中使用了滤波器在输入的图像上面滑动，计算局部区域的点击，生成一张特征图。它实现了局部特征的提取，比如像边缘、纹理还有颜色这样的特征。激活层以 ReLU 为典型的激活函数的代表，引入了非线性性，让网络能够去拟合复杂的函数，并且加速计算。池化层典型的有最大池化和平均池化2种。降维压缩特征图保留住了主要的特征，减少了计算量。展平层把多维的特征图转换为1维的向量，作为全连接层的输入。全连接层配合了刚刚的展平层，将信号进行全局的特征整合，实现了特定的任务，比如说是分类任务。输出层是最后的一层，它用于完成分类任务或者是回归任务。在分类任务当中，常常用一个 softmax 函数做一个输出的概率分布，做出分类的判断。在回归任务当中，它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输出。卷积神经网络 CNN 验证了深度学习的潜力，打破了深度无用论的说法。它影响了后续很多模型的架构。它的诞生标志着深度学习第一次大规模地证明它的价值。CNN 在图像和视觉任务当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，推动了人工智能从实验室走向实际的应用。后来，它也被扩展到了文本和语音的任务当中。直到现在，它还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技术和工具。你有特别观察自己的眼睛和大脑的工作方式吗？它们是和 CNN 这样一层一层的去识别物体的吗？你对于视觉类的 AI 应用有怎样的看法呢？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点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